他了，开睡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康熙大帝，公元1654年，紫禁城的景仁宫，顺治帝的第三子玄烨，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出生了。你们可别觉得生在皇宫里就是含着金汤匙，那时候的清朝刚入关没几年，天下还乱着呢。南方有明朝的残余势力在抵抗，北方有蒙古部落虎视眈眈，朝堂上满汉大臣互相猜忌，暗流涌动的能淹死人。玄烨的童年更是没沾到多少皇子的福气，他才2岁的时候就染上了天花，这在当年可是不治之症，多少人得了这病就没活下来。宫里的人都以为这孩子要不行了，把他送到宫外的避斗所听天由命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玄烨命硬，硬是扛了过来，只是脸上留下了一脸浅浅的痘痕。可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这场差点要了他命的天花，后来竟成了他登上皇位的关键。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，得过天花还能活下来的人，被认为是得过天命庇佑，比其他皇子更适合继承大统。这命运的伏笔从一开始就埋得这么妙。玄烨6岁那年，家里又出了大事。他的父亲顺治帝因为最爱的董鄂妃病逝，一下子就垮了，整天茶饭不思，后来又染上了天花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差。顺治帝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，就开始琢磨立继承人的事。一开始他想传位给年长的兄弟，可他的母亲孝庄太后坚决反对。太后觉得要是让兄弟继位，玄烨这些皇子的日子肯定不好过，而且宗室之间容易起纷争。这时候孝庄太后想起了玄烨得过天花的事，就劝顺治帝，玄烨得过天花，以后不会再染，身子骨比其他孩子稳当，立他为帝，江山才能安稳。顺治帝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听了孝庄太后的话，把皇位传给了玄烨。1661年，年仅8岁的玄烨穿着小小的龙袍，被大臣们扶上了太和殿的龙椅，改年号为康熙，成了清朝入关后的第2位皇帝。可这么小的孩子哪懂什么治国理政？顺治帝早就留下了后手，安排了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鄂必隆、鳌拜4位大臣辅政。可顺治帝没料到，这4位辅政大臣很快就把年幼的康熙拖进了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，一场风暴正在悄悄酝酿。辅政刚开始那2年，4位大臣还能装样子，一起商量着办事，可没过多久，鳌拜就开始不按常理出牌了。这个鳌拜出身于将门世家，跟着皇太极、顺治帝打了一辈子仗，战功赫赫，手里握着兵权，在朝堂上说话越来越硬气，根本不把小康熙放在眼里。其他3位大臣呢？索尼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整天在家养病，对朝堂上的事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鄂必隆性格软得像棉花，怕得罪鳌拜，凡事都顺着鳌拜的意思来。只有苏克萨哈是个硬骨头，跟鳌拜的政见总不一样，经常在朝堂上跟鳌拜对着干。鳌拜早就看苏克萨哈不顺眼了，总想找个机会除掉他。终于在1667年，鳌拜罗织了一堆罪名，说苏克萨哈心怀不轨，意图谋反，逼着小康熙下旨处死苏克萨哈。康熙那时候才14岁，知道苏克萨哈是被冤枉的，不愿意签字。可鳌拜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竟然撸起袖子冲到康熙面前，大声咆哮，逼着他盖章。最后苏克萨哈不仅被处以凌迟之刑，连他的家人亲信都没能幸免，满门抄斩。那天康熙坐在龙椅上，看着苏克萨哈被押出朝堂，听着鳌拜嚣张的声音，小小的拳头攥得紧紧的，心里暗暗发誓，我一定要快点长大，亲掌大权，
把这个跋扈的权臣给除掉，绝不能让他再这么欺负我，欺负大清的江山。从那以后，康熙变了，他表面上装作什么都不懂，每天除了读书，就跟宫里的侍卫、太监们一起在御花园里练习摔跤、骑射，玩得不亦乐乎，活脱脱一副贪玩皇子的样子。鳌拜每次进宫见他，都能看到康熙跟一群少年疯闹，心里不由得放松了警惕。他觉得这小皇帝就是个没心思的孩子，根本成不了气候，以后这朝堂还是自己说了算。可鳌拜不知道，康熙这是在扮猪吃虎。他早就看透了鳌拜的野心，知道硬碰硬肯定不行，只能先忍着，偷偷积蓄力量。他从八旗子弟里挑了一批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少年，这些少年个个身手矫健，而且家世清白，对皇室忠心耿耿。康熙每天跟他们一起摔跤练功夫，表面上是玩，实际上是在训练一支只忠于自己的少年军。他还悄悄拉拢朝堂上那些不满鳌拜的大臣，让他们暗中收集鳌拜的罪证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康熙的少年军练得越来越厉害，鳌拜的罪证也收集了一大堆。康熙知道动手的时机快到了。1669年，康熙年满16岁，按照规矩他该亲政了。可鳌拜根本不想放权，还是像以前一样在朝堂上指手画脚。康熙觉得不能再等了，他找了个机会，以讨论新政为由，把鳌拜召进了宫。鳌拜一点防备都没有，大摇大摆的就来了。等他走进乾清宫，刚要给康熙行礼，突然从两边冲出来一群少年，手里拿着摔跤用的布袋，一下子就把鳌拜围了起来。鳌拜虽然武功高强，可他没带武器，又被这群少年打了个措手不及，挣扎了半天，还是被按在了地上。康熙坐在龙椅上，看着被生擒的鳌拜，声音虽然还带着少年的清亮，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鳌拜，你结党营私，擅权专政，害死苏克萨哈，欺压百官，朕忍你很久了。随后康熙下令把鳌拜关起来，又让大臣们彻查他的罪行。大臣们早就恨透了鳌拜，很快就列出了30多条罪状，每条都够判死刑的。可康熙看着鳌拜身上那些打仗留下的伤疤，想起他曾经为清朝立下的战功，最终还是心软了，免了他的死罪，改成终身监禁。没过多久，鳌拜就在监狱里病死了，他的党羽也被康熙清除。经此一役，康熙真正掌握了朝政大权。这个16岁的少年，用一场干净利落的擒鳌拜，让满朝文武都见识到了他的胆识和手段，也让天下人知道，清朝有了一位不好惹的年轻皇帝。亲政之后，康熙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——三藩之乱。你们知道三藩是啥吗？就是平西王吴三桂、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这3个人。他们在清朝入关的时候，帮着清军打明朝，打农民军，立下了大功，所以清朝就封他们为藩王，让吴三桂守云南，尚可喜守广东，耿精忠守福建。这3个人在自己的地盘上简直就是土皇帝，兵权、财权、人事权全在他们手里，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，想任命谁当官就任命谁，甚至还能自己造钱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每年还要向朝廷要巨额的军饷，说是养兵，实际上就是中饱私囊。那时候清朝的国库一半的钱都花在了三藩身上，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。而且这3个人还互相勾结，私下里招兵买马，早就有了割据一方的心思。康熙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这3藩就像3颗定时炸弹，不除掉早晚要炸。
到时候大清的江山就危险了。所以亲政没多久，他就开始偷偷谋划撤藩的事，只是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。1673年，机会终于来了。平南王上可喜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就上书给康熙，说想回辽东老家养老，让他的儿子上知信继承平南王的爵位，继续镇守广东。康熙一看这奏折，心里乐了，这不就是撤藩的好机会吗？他立刻下旨，同意上可喜退休回老家，但是不同意上知信继承爵位，还明确说藩王的兵权本就该归朝廷，现在上可喜退休了，广东的兵权也该交回来，上知信带着家人一起回辽东吧。这道圣旨一下，可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吓坏了。他们知道康熙这是要动真格的了，两个人一商量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也上书给康熙，说愿意撤藩，想看看康熙到底敢不敢答应。朝堂上的大臣们一看这情况都慌了，他们知道吴三桂和耿精忠的实力，手里有几十万军队，要是强行撤藩，肯定会引发叛乱。所以大部分大臣都劝康熙说再等等，等三藩的势力弱一点再说。可康熙却很坚定，他拍着龙椅说，三藩手里握着重兵，早就有反心了，今天不撤，明天他们也会反，与其等着他们来打我们，不如我们先动手。说完，他就下了一道圣旨，正式下令撤藩，让吴三桂、耿精忠也跟上可喜一样，交回兵权，带着家人回辽东。果然，撤藩令刚送到云南，吴三桂就炸了。他把康熙派去的官员抓起来杀了，然后穿上明朝的衣服，在云南昆明竖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，宣布起兵反叛。吴三桂的军队常年在边境打仗，战斗力很强，很快就占领了贵州、湖南，接着又向湖北、四川进军。耿精忠在福建也跟着反了，派兵攻占了浙江、江西的一些地方。上可喜的儿子上知信本来还在犹豫，看到吴三桂和耿精忠打得这么凶，也索性反了，在广东响应吴三桂。一时间，南方半壁江山都落入了叛军手里，甚至陕西、四川的一些将领也跟着倒向了吴三桂。清朝一下子陷入了入关以来最危险的境地。这时候的康熙才20岁，换做别人早就慌了神，可他却异常冷静。他知道这时候自己不能乱，一旦乱了，整个朝廷就散了。所以他每天都待在养心殿，一边看奏折，一边制定平叛策略。他让清军分兵把守重要的关口，阻止叛军北上，又派人去安抚百姓，说叛军只是少数人作乱，朝廷一定会平定叛乱，让大家安心过日子。同时还下旨严惩那些造谣生事、动摇军心的人，稳定朝堂秩序。这个年轻的皇帝在危机面前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沉稳和担当。平叛初期，清军打得并不顺利，因为清军大部分兵力都在北方防备蒙古和沙俄，南方的兵力本来就少，而且很多将领久疏战阵，根本不是吴三桂叛军的对手。有好几次，清军都被叛军打得大败，丢了好几个重要的城池。朝堂上又开始乱了，有些大臣吓得腿都软了，甚至提议跟吴三桂议和，说不如把长江以南的地方割给吴三桂，让他当个南方皇帝，再把都城迁到北方，避避风头。康熙听到这些话，气得拍了桌子，你们这群人忘了祖宗是怎么打下这片江山的吗？要是今天我们退一步，吴三桂明天就会逼我们退2步，最后整个大清都会被他吞了。祖宗的基业绝不能毁在我们手里。为了鼓舞士气，康熙亲自到卢沟桥去慰问出征的士兵，还把自己的战袍脱下来，
赏给作战勇敢的将领。他还下旨严惩那些作战不利、临阵脱逃的将领，同时提拔了一批有勇有谋的年轻将领，如图海、赖塔这些人，让他们带兵打仗。更聪明的是，康熙还采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。他知道耿精忠和尚之信跟吴三桂并不是一条心，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地盘，所以就派人去招抚他们，说只要他们愿意投降，朝廷就既往不咎，还能保留他们的爵位和财产。在康熙的调度下，战局慢慢开始扭转。1676年，清军集中兵力攻打福建，耿精忠的军队节节败退。他一看大势已去，又怕吴三桂来收拾他，就主动向清军投降了。康熙说话算话，不仅没杀他，还让他继续留在军中效力。1677年，尚之信在广东也待不下去了，他手下的将领大多不愿意跟着他反，而且清军已经包围了广州，所以他也只能向清朝投降。就这样，三藩里的2个藩王都投降了，只剩下吴三桂一个人孤军奋战，被困在湖南、云南一带。吴三桂一看情况不对，心里慌了，他知道自己要是再不想点办法，迟早会被清军消灭。1678年，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登基称帝，国号大周，想靠称帝来鼓舞士气，做最后一搏。可这根本没用，他的军队早就没了斗志，而且他自己年纪也大了，称帝没多久就得了重病，整天躺在床上起不来。5个月后，吴三桂就病死了。他一死，叛军就更乱了。他的孙子吴世蕃继承了皇位，可这孩子才10岁，根本管不了事，只能带着残兵退守云南。1681年，康熙觉得彻底平定叛乱的时候到了，他派大将赵良栋、张泰率领清军，兵分3路进攻云南。赵良栋率领的西路军从四川出发，一路上势如破竹，很快就打到了云南边境。张泰率领的中路军从湖南出发，攻克了贵州，直逼云南昆明。还有一路清军从广西出发，切断了叛军的退路。3路清军把昆明团团围住，日夜攻打。昆明城里的叛军没了粮草，又没救兵，很快就撑不住了。吴世蕃知道自己逃不掉了，就自杀了。清军攻破昆明后，把吴三桂的尸体挖出来，挫骨扬灰，算是彻底报了叛乱之仇。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终于平定了。这场叛乱让清朝损失了不少兵力和财力，可也消除了割据势力，巩固了中央集权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场战争，康熙在朝堂上树立了绝对的权威，民间百姓也更加认可这位年轻的皇帝，为后来的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战后，康熙下旨减免南方各省的赋税，还派人去灾区赈灾，帮助百姓重建家园，让经历战乱的地区尽快恢复生产。平定三藩之后，康熙把目光投向了东南沿海的台湾。那时候的台湾被郑成功的后代占据着。郑成功在1662年收复台湾后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他的儿子郑经继承了他的位置，继续对抗清朝。郑经不仅在台湾自立为王，还经常派军队骚扰福建、广东的沿海地区，抢粮食、烧房子，让沿海的百姓苦不堪言。康熙知道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要是不收复台湾，东南沿海就永无宁日，国家也算不上真正统一。所以他一开始想和平解决，多次派使者去台湾跟郑经谈判，说只要郑经愿意归顺清朝，承认清朝的统治，朝廷可以让他继续留在台湾管理台湾的事务，还能保证他和他的家人的安全。可郑经野心太大，
竟然提出要台湾独立，跟清朝平等相处，还说要像朝鲜、越南一样，只向清朝进贡，不接受清朝的管辖。康熙当然不能同意，台湾是中国的土地，怎么能跟外国一样？谈判就这样破裂了。康熙知道，只能用武力收复台湾了。1683年，康熙经过慎重考虑，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，让他率领清军水师进攻台湾。这个施琅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本来是郑成功的部下，跟着郑成功打了很多仗，对台湾的海况、郑军的兵力部署、战术特点都了如指掌。后来因为跟郑进有矛盾，担心被郑经杀害，才投降了清朝。康熙知道施琅的本事，也知道很多人因为施琅是降将而不信任他，所以在施琅出发前，康熙多次召见他，跟他详细讨论作战计划，还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朕相信你，你尽管放手去干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朝廷都会支持你。”施琅被康熙的信任感动得不行，发誓一定要收复台湾，报答康熙的知遇之恩。同年6月，施琅率领300多艘战船、2万多士兵，从福建铜山出发，渡过台湾海峡，直奔澎湖列岛。这里是台湾的门户，只要拿下澎湖，台湾就唾手可得了。澎湖之战打得那叫一个惨烈。郑经的儿子郑克爽知道澎湖一旦失守，台湾就等于门户大开，所以他把台湾的全部水师都派了过来，还让大将刘国轩亲自坐镇指挥。刘国轩也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他知道清军水师擅长远洋作战，就把战船都停泊在澎湖的港湾里，还在岸边修了炮台，想靠着地形优势把清军挡在海上。施琅率军到达澎湖后，并没有立刻发动进攻，而是先派人侦察海况和郑军的布防，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。6月16日，施琅下令发起进攻，清军战船分成8队，向着郑军的阵地冲去。可刚一靠近，郑军的炮台就开始猛烈轰击，岸边的火炮和海上的战船火力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道密集的火力网。清军的战船虽然坚固，可也抵挡不住这么密集的攻击，好几艘战船被击中，燃起了大火。施琅一看情况不对，赶紧下令撤退，第一次进攻就这样失败了，还损失了不少士兵和战船。首战失利，清军士兵的士气受到了不小的打击，有些将领甚至开始动摇，劝施琅暂时撤兵，等时机成熟再回来。可施琅却很坚定，他对将士们说：“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收复台湾，要是就这么回去，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？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的期待？澎湖虽然难打，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一定能打赢。”为了鼓舞士气，施琅亲自到各个战船上去慰问士兵，还把自己的粮食和水分给受伤的士兵。将士们被施琅的决心感动了，纷纷表示愿意继续战斗。2天后，施琅再次发起进攻。这一次他改变了战术，不再强攻，而是采用分兵合击的策略。他派一部分战船从侧面迂回，牵制郑军的部分兵力，自己则率领主力船队，趁着涨潮的时候，从郑军火力薄弱的地方发起猛攻。清军将士们憋足了劲，冒着郑军的炮火，拼命向郑军的战船冲去。有的士兵甚至跳上郑军的战船，和郑军士兵展开近身搏斗，刀光剑影之间，鲜血染红了海面。刘国轩没想到清军会从侧面进攻，一下子乱了阵脚。他想调兵去支援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清军的主力船队已经突破了郑军的防线，开始和郑军的主力战船厮杀。
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傍晚，海面上到处都是破损的战船和漂浮的尸体。郑军的战船越来越少，士兵们也死伤惨重。刘国轩知道大势已去，只能带着剩下的几艘战船，趁着夜色逃离了澎湖，向台湾方向逃去。澎湖之战，清军大获全胜，不仅歼灭了郑军的水师主力，还俘虏了几千名郑军士兵。消息传到北京，康熙高兴得睡不着觉，立刻下旨嘉奖施琅和所有参战的将士。而在台湾，郑克爽得知澎湖失守的消息后，彻底慌了神。他知道没有了水师的保护，台湾根本抵挡不住清军的进攻，而且台湾的百姓早就厌倦了战争，都希望能归顺清朝，过上安稳的日子。在大臣们的劝说下，郑克爽最终决定投降。同年8月，施琅率领清军进驻台湾，郑克爽带着文武官员出城迎接，正式向清朝投降。至此，被郑成功后代占据了20多年的台湾，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消息传来，全国百姓都欢呼雀跃，纷纷庆祝国家的统一。可就在这时，朝堂上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。有些大臣认为台湾是个偏远的小岛，物产贫瘠，还要派军队驻守，是个累赘，不如把台湾的百姓迁回大陆，然后放弃台湾岛。康熙听到这些话，立刻召开朝会，严厉地反驳道：台湾虽然偏远，但它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，要是我们放弃台湾，外国势力就会趁机占领，到时候不仅东南沿海永无宁日，整个大清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。随后，康熙下旨在台湾设立台湾府，隶属福建省，还派了总兵和知府驻守台湾，负责台湾的军事和行政事务。他还下令减免台湾百姓的赋税，鼓励大陆的百姓迁移到台湾，开垦荒地，发展农业生产。在康熙的治理下，台湾很快就恢复了生机，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快速发展，为后来台湾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就在清朝忙着平定三藩，收复台湾的时候，北方的沙俄却开始不安分起来。从明朝末年开始，沙俄就不断派军队入侵中国的黑龙江流域，他们在雅克萨、尼布楚等地建立据点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当地的百姓深受其害。清朝入关后，因为忙于平定南方的叛乱，无暇北顾，沙俄的侵略行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。康熙早就知道沙俄的侵略行径，只是一直没腾出手来处理。等到三藩之乱平定，台湾收复后，康熙终于有精力对付沙俄了。他先是派使者去沙俄，要求他们撤出中国领土，可沙俄不仅置之不理，还继续增兵雅克萨，加固据点，摆出一副要长期占领的架势。康熙知道外交手段已经解决不了问题，必须用武力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1685年，康熙任命彭春为都统，率领清军水陆并进，远征雅克萨。清军将士们士气高昂，一路上翻山越岭，渡过黑龙江，很快就抵达了雅克萨城下。彭春先是派人向沙俄军队喊话，要求他们投降，可沙俄军队不仅不投降，还向清军开枪射击。彭春见状，下令发起进攻。清军的红衣大炮威力巨大，很快就把雅克萨的城墙轰开了几个大口子。沙俄军队抵挡不住，只能举白旗投降，还承诺永远撤出雅克萨。彭春按照康熙的命令，没有杀害投降的沙俄士兵，只是把他们遣送回了沙俄，然后烧毁了雅克萨的据点，率领清军撤回了爱辉。可让康熙没想到的是，
沙俄军队根本没有遵守承诺。清军撤退后没多久，沙俄就派托尔布金率领军队再次占领了雅克萨，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固了城墙，修建了更多的防御工事，准备长期驻守。消息传到北京，康熙怒不可遏，他没想到沙俄竟然如此背信弃义。1686年，康熙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，再次率领清军围攻雅克萨。这一次，萨布素采取了长期围困的策略，他率领清军把雅克萨城团团围住，切断了城里的粮草和水源，还派军队巡逻，防止沙俄军队突围或者求援。雅克萨城里的沙俄军队很快就陷入了困境，粮食吃完了就吃战马，战马吃完了就吃树皮和草根，很多士兵还染上了瘟疫，死伤惨重。托尔布金在一次战斗中被清军的炮弹击中，不治身亡。沙俄军队失去了主帅，更是人心惶惶。就这样，清军围困雅克萨城长达1年多。到1687年的时候，雅克萨城里的沙俄士兵只剩下几十个人了，而且个个面黄肌瘦，根本没有了战斗力。沙俄政府终于意识到，再这样下去，雅克萨的军队迟早会全军覆没，于是赶紧派使者前往北京，请求与清朝议和。康熙知道，长期围困雅克萨也会消耗大量的兵力和财力，既然沙俄愿意议和，不如就借此机会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。于是，康熙下令清军停止进攻，与沙俄开始谈判。1689年，清朝和沙俄的代表在尼布楚举行谈判。在谈判过程中，沙俄代表一开始态度强硬，想把黑龙江流域的大片领土据为己有。清朝代表索额图据理力争，拿出了大量的证据，证明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。双方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，最终达成了协议，签订了尼布楚条约。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，黑龙江流域、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。沙俄军队撤出雅克萨等中国领土，两国以格尔毕齐河、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为界。这个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订的平等条约，它不仅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，还为清朝北方边疆带来了长达100多年的和平，让清朝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其他的边疆问题。解决了南方的三藩、东南的台湾和北方的沙俄问题后，康熙又把目光投向了西北边疆。当时，墨西蒙古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，首领噶尔丹野心勃勃，想统一蒙古各部，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。他先是征服了墨西蒙古的其他部落，然后又率军进攻漠北蒙古。漠北蒙古的部落首领抵挡不住，只能率领部众向南迁徙，向清朝求援。康熙知道，噶尔丹的野心绝不止于此，如果不及时遏制他的势力，他迟早会进攻清朝，威胁到清朝的统治。于是，康熙决定御驾亲征，平定噶尔丹叛乱。1690年，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。噶尔丹率领3万骑兵长驱直入，一直打到了距离北京只有700里的乌兰布通。康熙派大军分2路迎战，自己则坐镇后方，指挥全局。清军抵达乌兰布通后，与噶尔丹的军队展开了激战。噶尔丹把骆驼捆住，组成驼城，让士兵躲在骆驼后面，向清军射击。清军则用红衣大炮轰击驼城，骆驼被炮火击中后纷纷倒地，驼城很快就被攻破了。噶尔丹的军队失去了屏障，
顿时乱作一团。清军趁机发起冲锋，噶尔丹的军队大败，只能率领残兵逃往漠北。第一次亲征取得了胜利，可康熙知道噶尔丹并没有被彻底消灭，他肯定还会卷土重来。果然，经过几年的休整，噶尔丹又聚集了一批兵力，于1696年再次率军进攻漠北蒙古。这一次，康熙决定第二次亲征，而且要亲自率领中路军深入漠北草原，彻底消灭噶尔丹。康熙率领中路军从北京出发，一路上穿越沙漠，翻越山脉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抵达了漠北草原。噶尔丹得知康熙亲征的消息后，十分害怕，想率军撤退，可清军早已切断了他的退路。在昭莫多，清军与噶尔丹的军队展开了决战。清军分三路进攻，噶尔丹的军队抵挡不住，很快就败下阵来。噶尔丹的妻子阿奴在战斗中战死，他自己则带着几十名亲信逃脱。昭莫多之战后，噶尔丹的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他的部众纷纷投降清朝，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四处逃窜。1697年，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，目的就是彻底消灭这个心腹大患。此时的噶尔丹众叛亲离，粮食也吃完了，还身患重病，根本没有了抵抗的能力。当他得知清军已经逼近的消息后，知道自己再也逃不掉了，最终在阿察阿木塔台自杀身亡。噶尔丹叛乱被平定后，康熙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管理。他在漠北蒙古设立了蒙旗制度，让蒙古各部首领定期向清朝朝贡，接受清朝的管辖。同时，康熙还与蒙古各部联姻，加强了清朝与蒙古之间的联系。这些措施不仅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稳定，还让蒙古成为了清朝的屏障，为后来清朝统一新疆奠定了基础。在治理国家方面，康熙也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。他深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，所以十分重视农业生产。在位期间，他多次下令减免全国的赋税，尤其是在经历战乱的地区，更是减免多年的赋税，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。为了鼓励农民开垦荒地，康熙还规定，农民开垦的荒地归农民自己所有，而且10年内不征收赋税。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，全国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，粮食产量也大幅提高。康熙还十分重视水利建设，尤其是黄河和淮河的治理。黄河和淮河经常泛滥，给两岸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为了治理黄河和淮河，康熙任命晋府为河道总督，让他负责治水工程。晋府是个治水专家，他制定了详细的治水计划，不仅加固了黄河和淮河的堤坝，还疏通了河道，修建了水闸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黄河和淮河的水患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，两岸的百姓再也不用饱受洪水的困扰，农业生产也得到了保障。在文化教育方面，康熙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他自己勤奋好学，不仅精通满语和汉语，还学习蒙古语、藏语等多种语言，对儒家经典、历史、天文、数学等都有很深的研究。为了弘扬文化，康熙组织学者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典籍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《康熙字典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《康熙字典》收录了47000多个汉字，对汉字的字形、字音、字义都做了详细的解释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工具书，对汉字的规范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古今图书集成
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，涵盖了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文学、艺术、科技等各个领域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典籍，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在用人方面，康熙秉持唯才是举的原则，不拘一格选拔人才。他既重用满族贵族，如明珠、索额图等，让他们参与朝政，管理国家大事，也重用汉族官员，如陈廷敬、张廷玉等，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，为国家效力。康熙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，他下令开设博学鸿儒科，选拔有才华的文人学士，让他们参与编纂典籍，治理国家。同时，康熙还加强了对官员的考核，严惩贪官污吏，整顿官场风气。在康熙的治理下，清朝的吏治相对清明，官员们大多能够尽职尽责，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康熙在位期间，还多次巡行天下，了解民间疾苦。他6次南巡，每次都要视察黄河和淮河的治水工程，看看工程的进展情况，听听百姓的意见。在南巡过程中，康熙还会亲自处理百姓的冤屈，惩治贪官污吏，让百姓感受到朝廷的关怀。除了南巡，康熙还多次东巡，祭拜孔子，考察山东、东北等地的民情，也多次西巡，了解西北边疆的情况，安抚当地的百姓。每次巡幸，康熙都轻车简从，严禁官员铺张浪费，尽量不给百姓增加负担。他的这些举动深受百姓的爱戴，也让他更加了解国家的实际情况，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。然而，康熙晚年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，那就是九子夺嫡。康熙共有35个儿子，其中有9个儿子参与了皇位的争夺，他们分别是大阿哥胤支、2阿哥胤禛、3阿哥胤祉、4阿哥胤禛、8阿哥胤祀、9阿哥胤堂、10阿哥胤额、13阿哥胤祥、14阿哥胤支。这9个儿子各自结党营私，互相倾轧，形成了不同的势力集团，如太子党、八爷党、四爷党等。2阿哥胤禛是康熙的嫡长子，很早就被立为太子。可胤禛长大后变得骄横跋扈，目中无人，还结党营私，试图夺取康熙的权力。康熙对胤禛越来越失望，最终在1708年下令废除太子。太子被废后，其他皇子看到了机会，纷纷开始争夺皇位，朝堂上顿时陷入了混乱。康熙为了稳定局势，在1709年又重新立胤禛为太子。可胤禛并没有吸取教训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甚至策划谋反。康熙无奈，只能在1712年再次废除太子，而且再也没有立太子。太子再次被废后，九子夺嫡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。大阿哥胤支试图用巫术诅咒胤禛，被康熙发现后削去爵位，终身监禁。3阿哥胤祉专注于编书，退出了争夺。8阿哥胤祀因为结党营私，受到康熙的打压，失去了争夺皇位的资格。14阿哥胤支被康熙任命为抚远大将军，率军出征西北，远离了京城的权力中心。最终4阿哥胤禛凭借着自己的隐忍和谋略，在康熙去世后继承了皇位，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。九子夺嫡不仅让康熙心力交瘁，也导致朝堂分裂，吏治腐败，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直到雍正帝继位后，实行了秘密立储制度，才彻底解决了皇位继承的问题。1722年，康熙在畅春园病逝，享年69岁，在位61年。
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。康熙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少年亲政，除掉权臣鳌拜，展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手段。中年时期，平定三藩之乱，收复台湾，抗击沙俄，平定噶尔丹叛乱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。晚年时期，重视农业生产，发展文化教育，治理国家，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。虽然康熙晚年面临着九子夺嫡的困扰，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他用自己的一生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，为清朝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康熙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历史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它告诉我们，面对困难和挑战，要勇于担当，敢于拼搏，用智慧和勇气去克服一切障碍，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，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。